上小芒 APP， 新人专享188元红包，节目同款1元起。小芒 APP 提醒您本期看点：2021年父亲节专项考试现在开始了啊！请问爸爸的身高、体重、血型、鞋码是多少？这么紧张啊！我爸最近缩了，怎么办？王一博同学怎么一脸茫然呢？完了，别交头接耳。请你们触摸父亲的手来判断哪一个是爸爸。这是，因为我爸手大，就这个。我感觉2、3号好像一样，那我就选3号了。哎，别，3号是我爸爸。我们彼此都保护着那份爱，不管风雨在。这范爸爸，对我爸爸妈妈名字一模一样。好。哎呦，这是咱白叔，这那么帅。这2张不是一张照片吗？这是我们家的，哎，一模一样。各位爸爸今天也决定把自己传给孩子的宝贝带上来。哎呦，宝箱啊！你好东西瞒着我。厉害来了！啊，好闪！96名，厉害！别跟我来这套了。有一件事情我一直耿耿于怀啊，他说他自己在台球上打赢过丁俊晖。我们有请台球世界冠军丁俊晖。验证一下爸爸是不是真的厉害？帅气！王一博上。在今天这样的一个特殊的节日当中呢，3位孩子给爸爸都准备了礼物，辛苦你了，究竟是什么呢？让我们一起祝天下的父亲节日快乐！我们天天向上散发着光，天天向上乘风破浪。我们天天向上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来日方长。一起不离不弃大声唱。你知道今天是父亲节吗？你有送父亲礼物吗？你知道父亲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吗？如果你一问三无，父亲是不是成了你最熟悉的陌生人？据统计，母亲节的关注度是父亲节的3.4倍。母亲节当天的花店总是琳琅满目，康乃馨开满全城。但你是不是都不知道父亲节要送什么花呢？扎心的父亲节呀！也许你会说，我爸才不喜欢花呢。可是你真的了解你的父亲吗？今天我们就来测试一下。这里是马栏山天天向上考场，请考生进入考场，按指定座位入座。哪儿啊？哪儿？这是我的号，前锋这边。本场考试科目为父亲节专项测试，预祝大家考试顺利。准考证，正考证。右上角啊！好看吗？好看吗？你被逮捕了！你才被逮捕呢！被逮捕了！同学们都坐好啊！欢迎各位同学们来到由猿辅导在线教育独家冠名播出的《天天向上》啊！猿辅导在线教育以科技助力教育，耶！2021年父亲节专项考试现在开始了啊！这次是关系到各位与父亲关系的一次锤炼，是一次大考。哦呦，白凯南同学怎么这么紧张啊？掉筷子了，不是，他的笔掉了。平常多忽视，今天就有多丢脸。请各位同学认真听题，请问爸爸的身高、体重、血型、鞋码是多少？身高啊，第一身高
我爸最近缩了怎么办啊？他岁数越大越缩着，越抽抽。对，别交头接耳。第二是体重。王一博同学怎么一脸茫然呢？爸爸的身高、体重、血型、鞋码。好了，我呵，你别看我呀，看我也没用。白凯南同学，你看人女同学在干嘛呀？又不是供一个爸爸。我就看他怎么写，我就怎么写。来，我们来看一看，田同学是答得最快的啊。来，我们看一下王一博同学吧，身高1.75米，体重估计90到80左右。血型不知道，对，鞋码42码，因为你经常给他。对。哎，来看一下白凯南同学，白凯南同学不要写字，我认不出来。身高1.22米，1.22，1.72，你这7你给我还带一尾巴。体重70多公斤吧，血型是 B 或者是 A， 是我来猜对吗？差不多，反正跑不出这俩。选择题给老师选择题，鞋码是晚上是42的，晚上脚胀，所以就42，早上起来41半。付豪同学，我这个是按着我的比的，因为我觉得我爸比我高一点，所以1.82米。你是以你为基数。然后我总借我爸鞋穿，总感觉大那么一点点，所以我觉得我43号应该是44号。好，哎呦，来了，难的来了。再接再厉啊，难度升级。请问你认为爸爸最需要改变的习惯是什么？最需要改变的习惯，我写完了。谦虚，谦虚。人家问你儿子最近怎么样，就那样。多么优秀的儿子，什么叫就那样？要改。哇，想起来就应该流泪的儿子，应该是哇，好感人的孩子。玩手机，对。我爸喜欢在手机上玩游戏，这点你随他。大神啊！我这字儿不一定写的对啊，是抠是这么写的。你这是扣，抠怎么写来着？扣啊，一个区，提手旁边一个区。哦，一个区啊。啊，一个他区不会写，区也不会写。你看，我说了吧，区间的区。你看，哇，这是念抽。抽是一个油，怎么都没文化呀？一个提手旁加上一个戏曲的曲，念抽啊！觉得爸爸要改的是太屈了，爸爸太抠了，太抠了，怎么呢？咱白怎么就是本来参加这节目的时候，我们跟他打电话嘛，然后呢，他说好不容易回家一趟，把我3年的冻肉给我扔了，3年的冻肉，舍不得。对，那一代人呐，都是有共鸣。就是出去旅游啊，出去吃饭啊，该花的钱有时候就抠抠搜搜的。那一代人就是节约，对，优良的美德是啊。各位，凡尔赛本赛出现，太爱我，怎么办？哇，这不能改啊！我跟你说，这个就是大型的这个社死现场。就是我大概35岁、37岁左右的时候，在机场，他就看到别的爸爸不是推小孩在那个推行李的车上嘛。我说：“哎呀，你看人家小孩挺可爱。”我爸说：“爸爸说你来，你来上来，你也上来。”然后他就在整个机场所有的人全在围观的情况下大声叫：“范甜甜女女，哪黑你啊，女女！我心尖尖上掉下来的肉肉，你快点上来，爸爸推你。”然后我的天！心尖尖上掉下的肉肉，我的天哪！然后我就整个脸就红到，我就疯了。我说你轻点儿。你爸爸就说轻点啊，轻啊，来。
啊，对。来，不好，我的是我爸是抽烟的，抽烟，对，去哪儿都得抽，什么烟都抽，然后抽完香烟抽电子烟，反正就比较爱抽烟。好，最后是一道触觉题目。哎呦，我们请范甜甜、白凯南、富豪3位考生蒙上眼睛，请你们通过触摸父亲的手来判断哪一个是爸爸。请爸爸们来，爸爸不能有意去捏一下或者抠一下啊，公平公平啊！真的不能摸一下肚子吗？不能摸肚子。咱们3个走上来。好，每一个人握下手，判断他是不是自己的爹啊！哎，不能闻。好，来，甜甜把手伸出来。来，摸一摸。行，第二这个不是，这不是，应该手小。来，富豪把手伸出来。好。哦，明白了。嚯，还抠我一下。来，第3号父亲。明白了。领导接见我们一下。明白。哦，好。我觉得1、3号是一样，第二个手比较细。我感觉2、3号是一样，是一个爸爸。我本来感觉2号我摸的时候已经很确定了，直到我摸到第3号，所以选一个我觉得，因为我第2个摸的不细，我觉得好，那对了，我再摸一遍。2号爸爸再让你摸一遍，再摸一遍。2号爸爸再让你摸一遍。哦，太好了。2号，这个吗？这个是2号啊，这个是2号。是这个吗？算了，我感觉不太对。那我就选3号了。甜甜，我不用摸，我已经很清楚了。清楚了吗？啊。好，再摸一个。我摸一下。这是啊，对，这绝对是，因为我爸手大。等会儿，我再摸一下支烟盖，他那支烟盖有一不太好。这个是，因为这个手大。对，我手大，我爸手大，我确定了。好，请你摘开眼罩。认俩爸，我爸手大，正好认俩。嗨。不是，你这手跟我爸差不多大。我看看，他那个手差不多大，是不是？你看他俩啊，是，哎，我都差不多大。因为刚才那个2号肯定是傅老师手比较细，抠我一下那个时候您对不对？哦。我非常清晰，3号是我爸爸。为什么？我爸爸手很软。哦。哎，爸爸手很软，然后另外2位老师手掌大小跟我爸也不一样。我爸常捏我的手，对。哦，完全正确。唯一最确定的，丝毫没有怀疑的，甜甜。哎，对。所以你看这个女孩子，她有可能感觉还是会更加细腻一些。因为平时我跟我爸牵手的时候，我都老是捏他嘛，我就知道那个弹性、回弹，你知道吗？弹性。还有回弹，哇，2个同学认错了爹，这个真是啊。有人做过呀一个关于母亲节和父亲节的调查，结果特别的扎心。为什么？相较于母亲节铺天盖地的祝福，父亲节就显得有些冷清了。爸爸们会不会觉得这样的心里面有点小小的失落？我觉得没什么，我对节日没什么概念，
我只知道几个重要的日子。哦，传统节日。就反正也不是传统吧，520啊。对，你看看浪漫，风雨爱人，无论是现在是不是啊？对，也是那个520，现在也变一个节日了。不是啊，你不当节日过，你自己过不好，自己过不去，对，你自己过不去。我一般都是，比如说父亲节的前1、2周，我妈会就跟我说，哎，过2周是父亲节的啊，记住啊。然后，对我妈也是这样，别忘了给你爸打个电话。对对对对。我们家是不只是父亲节吧？我觉得其实就是平时的每一天都算是节日。哎呦，就是要特地去过，因为其实这是个供需关系，就是爸爸们很多就是自己不在乎。没有求的关系，那供怎么办呢？对不对？就爸爸得提出要求来，我觉得孩子才能凑上去。就像我爸就是的，有的那天就说了，哎呀，一块旅行的朋友有一个无人机很漂亮，哎呀，我都拍照什么的。我说是吧？无人机是吧？现在就给你订，第2天就送的来，满意。每一天都是父亲节。知道我是有所暗示，暗示。哦，爸爸还撒娇哇！我已经暗示你拎得清吧，对不对？拎得清不拎得清？我刚才说暗示的话呢，是我特别想要那个无人机哦。我其他的什么折叠屏的手机啊，现在是最发行的电脑，苹果电脑，手表。哎，怎么提醒？我天！再说呢，那就有点卖弄了。这个，总之每年都惦记着，每年都有好几样，而且你只要发个声，他就感觉到就 OK， 没问题的。哇，哎，你俩天线对得很牢的啊。白叔有没有收到过孩子送过的父亲节的礼物吗？啊，音响啊，高档音响吗？高档，我有多高档音响？嘣，重低音，嘣，嘎啦给，嘣，嘎啦给，嘣，嘎啦给，厉害啊！高兴。就是他老去那个合唱团去唱歌，他们排练的时候要音箱。哎呀，前锋会给自己的爸爸，嗨，我也没送什么，也就上海一套房。哇，我现在要颠起来了，是不是？好，我也有，春风送到了一道房，突然张小凡的爸爸要跟他一起 battle， 哎，张小凡的爸爸要跟你 battle， 白老师，你看，讲话，你讲话，爸爸们 ，everybody 跳起来。莫名其妙 ，everybody 跳起来，莫名其妙 ，everybody 跳起来，莫名其妙，嘿，哎，几个爸爸可以呀？爸爸为什么要跳舞？哇，一博，这就是街舞吗？白凯南说：“我爸怎么来啦？我就是音箱。”要没有音箱，我绝对跳不进。今天的音箱太好了，太棒！我爸就喜欢音箱。点点，你看见过爸爸舞蹈风暴？我没看到，我吓死我 ！Oh my god！ 我跟你说，爸爸都年轻过，而且心里面都有一个跳跃的自己啊，这特别的棒啊！帅气啊！是的，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呢，只要发微博带话题词“天天向上”。配上您和爸爸观看《天天向上》的实时电视播出的打卡照片，就有机会获得《天天向上》的门票。是的，快喊上爸爸们一起看节目，赢门票吧！在这个中国的传统家庭里面啊，一般都是严父慈母啊。我特别想问一下，就是3位父亲在家里面是什么型的？老白，你觉得你和父亲之间的？应该是你的 bro 是不是？哦，对，就像朋友、像兄弟一样，我觉得啥事儿都唠吗？什么都可以。对，因为在我上学的时候，小学同学呀、中学同学呀，反正一进门见着我，哎，你靠边，我找你爸啊。白叔能喝，就喝点，聊天能聊那种喝啊。就是关系特别融洽，包括跟您的朋友。对，所有白凯南的朋友、同学、发小，哎呦，我特喜欢一见面拥抱。
拥抱干杯，你干我就干。你们家是梁山是吧？不是，你干我就干，我家梁就是喜欢交朋友，喜欢交朋友啊，喜欢交朋友。甜甜呢？甜甜，你觉得你跟父亲？我觉得跟时间段还是有关系的。我小的时候，爸爸是我的天，让我扬起脸就有世界。然后再长大一点，青春期的时候，我跟他聊了，我说你必须得做我的朋友，不然我们没办法交流。你主动提出跟父亲做朋友。对，然后再往上走了，等到我到30几岁非常困难的时候，爸爸就是我的港湾。他就说啊，不管外面有多少挫折啊，你回家就行，反正爸爸回来就好。对，有我，对，各种不同的角色。对他其实在不停的适应我的要求和生命不止，责任常在。哎呦，回归本色，不忘初心。你看我谁带毛笔了？赶紧写下来啊！哇，这种状态。对，这个其实作为父亲其实挺不容易的啊。对，但是现在我认为爸爸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就是他是我挑选另外一半的一个模特。哦，就是按照爸爸的样子去找另外一半。不是模特，我是看门的，看门的把关。您的这个把关，他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条件才能迈进来一下呢？我觉得很简单，就2个要求。首先外形上、外观上，女儿绝对要满意，也就是说一个字，帅。2个字，喜欢。 3个字，爱死他。一定要长得好看啊！一定要长得好看。我爸年轻的时候倍儿帅，现在都帅啊！而且我喜欢穿制服的，我爸爸是穿制服的啊。对。第2个条件是什么呢？这个男孩子绝对要有能力。这个能力呢，后面是有括弧的啊。这个能力说你要会做事，你要会做人，你要能挣到钱养这个家。 养我们亲爱的女儿，不要人家养，心头肉肉，我自己有钱。这个养可能是我们上海老男人说的，就是这个养，实际上就是要负责任。对，要负责任。对，听上去要求很高，不高，就2个条件。您这种男人2个字，幻想，然后就是，哎，没有。 我告诉你们，他就这么说，因为现在在电视台，条件要说出来，很正义凛然。其实我历任男朋友带回家，就整天跟人家讲他的专业事情。您父亲是？他是法医嘛？法医，非常是一个极其神秘，但是又让大家觉得非常酷的这么一个职业。小伙子，你的身上有一根长头发，看样子不是我女儿的。 这么细致吗？就是他有的。有一次我男朋友跟我吵架，我们家住的1楼2楼嘛，他就从1楼爬到2楼来了。第2天他就来刑事检查，他就往下走说他从这里跳到了这里，从这里上了外机，然后上来之后把纱窗破坏了，流了一点血，这个可以去鉴定一下，要打破伤风针。然后最后说把纱窗赔我一下啊，200块钱。就这样的爸爸很酷啊，这个是个小插曲。 小 case 了，实际上说我们这个职业呢，是很多我们人民群众或者老百姓他有点误区。人民警察呢，它是个职业，人民警察这个职业里边还有很多岗位。我呢是属于刑事警察这一类的。刑警老爸，我的老爸是刑警。我曾经在上海的公安局刑警总队。 法医室，我们有一个很庞大的一个团队，有几百人，有9个专业加一个警犬队。叔叔现在说起来还骄傲呢。说起来我满脸那光是。谢谢大家，普及了一下啊，普及了一下。来，我们问一下傅老师跟富豪是什么样的一个父子关系？那我爸就非常严了，4岁开始带我弹钢琴。 然后10岁看着我这个吹长笛，因为我爸小时候就这么走过来的，是我爷爷天天看着他练，所以到我这时候呢也是一样。我这种父亲啊是比较强势的，为什么呢？我就觉得我有个理论啊，我觉得这孩子一定要有一门技术，让老百姓说话就是有一个吃饭的活手艺，对，有个活有个手艺。那您会不会这样觉得？对富豪，他童年会。 趣味会少很多，您老压着他学这学那个。这个学乐器就没有童年，谁有童年？朗朗有童年吗？就因为学乐器的东西，小孩没有一个小孩，我觉得是因为我喜欢我才去学的，都是因为家长让着去学才去学。真的吗？然后，但是你感觉这些年学完之后喜欢上了吗？
学完之后肯定是喜欢上，那这不就行了吗？所以我还是比较服的，就比较服我爸，至少给我安排的这几个东西，我到最后还比较喜欢。没得商量，现在有手艺，有手艺你就可以生存嘛，是不是？父亲就觉得踏实了。对，就是这个狠一点没错。你看这是这样。韩哥呢？韩哥，您觉得您是哪一类的父亲？我呀，朋友啊。什么事情都可以商量，都可以交流，都可以。你今天晚上想11点钟睡觉，可以啊。比如说他要出去玩蹦啊什么的，有可能磕着碰着，蹦啊磕着碰着，那有什么呢？还不都这样长大的吗？这太对了，太对了。哎，他小时候就是跟你一样的，自学成才，非常聪明。一人玩去，12点回来了吗？没有，1点还没回来吗？一点没回来，1点，2点我一看，2点了还没回来，一看我在家呢。我也是从那纱窗进来的，从那纱窗啊，对，因为回来晚了就没敢走门，然后我爸又不会分析，真是从哪儿蹦哪儿啊，我就，你这也叫手艺，这是手艺。我们来问一下，小时候有没有挨过揍？哎呦，甜甜应该没有吧？我妈老打我。我妈的口头禅是：“当心我一刀飞死你。”嚯！因为我太皮了嘛。妈妈也是医生，妈妈是妇产科医生，也有手艺。我青春叛逆期正好碰到我妈妈就是更年期。哇，青春期碰更年期，火星撞地球2个人。然后那时候我有恋爱了，初恋。我妈觉得那时候我的年纪已经控制不了我了，跟我吵架的时候，她知道就对我的个人伤害已经没有用了。他就把我男朋友的衣服扔在地上踩了2脚，然后我要怒火中烧，就跟我妈吵起来了。但吵的时候呢，可能我跟我妈讲话的时候，就是语言上有点过激了。我爸听到就给了我一耳光。这辈子只打过我这一次，因为对妈妈出言不逊啊。但是呢，我打完之后，我1个礼拜就没理他，没跟他说过话。然后1个礼拜之后，我妈给我发个信息。我妈说：“你理你爸爸得了啊，范甜甜差不多得了啊，你爸已经哭了1个星期了啊。”你再不那个，当心我一刀飞死你啊！但是从此之后，我再问他的时候，你还记得你打我的事情吗？他选择性失忆，没有，我从来没打过你，我从来没打过你。那就是一下子火气上来以后就撩了一把，被弄个耳光切切，不是耳光切切呀，儿子，那么手抖他了，抖踹他了。谁说的？对我严重的伤害，肉体上还好，但是精神上的伤。觉得爸爸怎么会？对，爸爸背叛了我，为了妈妈竟然背叛我。为了一个女人，这个男人为了个女人，他背叛了我，那可是妈妈。妈妈为了妈妈背叛你，不是应该的吗？刚才你在说这些时候，你爸爸说。会伤耳朵的，肯定。哎，对，我是法医的呀，我怎么可能一打骨膜穿孔啊？3年以下有期徒刑。哎呦，专业了，打就不行哈。对，王一博小时候挨过揍吗？我爸是平时不打我的时候特别好，带我玩，然后给我买各种玩具，但是一生气起来就特别恐怖，就不敢回家。哎呦，对，就打的也挺狠的。印象最深的一次。就拿竹棍打我，那你是怎么了呢？也是调皮，要不然就是撒谎，然后我爸就特别不喜欢撒谎，就只要撒谎就打得特别狠。不但拿工具打是不好，拿水果蔬菜打可以吗？可以。我们同学特别傻，然后他妈说你考试考不好，你挑个东西吧，厨房挑个东西，他挑了根黄瓜，那个黄瓜上面他没看清楚带刺儿，你知道吗？打起来我巨疼。他以为一打就烂了。前锋挨过打吗？就是有一次考试真的是考得太差了。哎呀，就是我知道我逃不过我爸的打了，就是他那个时候很在意我的成绩。回家的时候我就一路跟他说，我说不要，爸爸别打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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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了一路跟绕口令一样。结果你爸爸烦死了才打的。没有。我爸爸到后来笑了，他说你别念了，再念我打你。小时候没挨过打，没挨过打。白凯南小时候挨过揍吗？哎呦喂，3天一小揍，2天一大揍。哇，这就是个皮球，对不对？天天就拍。不是，因为我也欠揍，我现在
长大了，我觉得太淘了，太皮了。但是我爸从来没动过我一下。嚯！但是我妈老揍我。嗯。就我胆儿小，有时候经常给我打尿裤子了。打尿了都，一边挨打一边尿裤子，我好哭。我每次叫唤，然后一般都是街坊来了，哎干嘛呀？就劝开了。街坊不来劝，永远是没完。有一回那街坊也不知道干嘛去了，他可能下午去买菜去了吧。他没来，给我那什么的，还是需要观众，对不对？对，完了，反正就到初中了吧，15岁，然后我个儿也长起来了。虽然突然间有一天，我说妈，你过来一下，他说干嘛呀？我说哎，过来，哎，你看看，我说告诉你，打不动了，就是。我特别想起白老师说那个，我妈一打我，我就满院跑，二柱又打人了，然后满屋敲人窗户。我爸的满院逮我踹我，我说你踹我，你没吃饭，使劲踹，踹着我鞋。哇，你爸跳舞的。我爸当时用锤子我这么着，踹，莫名其妙，不要这样，手上锤，脚上踹。对，要有时候穿拖鞋踹起来是非常不方便的，那鞋老飞，鞋老掉，不见鞋去。很多爸爸呢都非常吝啬自己对孩子的鼓励啊，生怕鼓励然后会让孩子很骄傲自满。我最喜欢看我爸夸我，就是我妈在听我歌或看我节目的时候吧，说你看儿子唱多棒，我爸在旁边，哇夸我了，他承认了，一下，对啊，就已经是承认了，我就了不起，对。那甜甜这边就不用说了，天天夸呀。对，我爸有点夸张，而且。我们不是住楼上楼下嘛，他在1楼有时候站着嘛，我从2楼下来就也很脏啊，刚就早上起来2楼下来，哇，下楼下的好，这几个步伐，你看多轻快，哎呀，走的直线，哇，你看那个居然有脚，哇，好棒，你们都缺乏想象力。他在1楼看着我说：“9天仙女下凡尘。”哎呦。所以很多人都说我迷之自信嘛，大家都觉得，我觉得这点非常好，就父亲给孩子的鼓励，特别是女孩子，我觉得从小建立你的自信。所以我在任何人的眼中，我都觉得说我自己是最漂亮的，我是最棒的。而他有的时候吃饭的时候看着我的脸，就说怎么这么好看？这个小姑娘怎么长得这么好看？这么好看怎么办呀？哎呦呀，像爸爸好看。一定要加后头这一句，像爸爸好看。像爸爸。白凯南从小夸吗？夸过你吗？夸你什么呀？逮什么夸什么？有脑袋，我好吧。发型剪得好，我这脖子上这褶，哇，好棒！反正后来夸的那些词儿，我也都真的不好意思，而且我也都不想记住，我也记不住。真的吗？就是我们家里有一群，比如我上什么节目了，然后我会把那个什么照片啊或者什么发上来。然后他就会找各种角度来夸我。你像他啊，非常喜欢他，我的儿子白凯南，我就这样。哎呀，你比如说形容您儿子的这个脸，就是什么这个侧颜呀，您会用什么词来形容？长得非常帅，美男子。哎呦，白凯南这词儿真的不要往心里去，别记住。哎呦，爸爸行，敢开牙，哇，好厉害的，真的是，这是什么都敢说啊。各位爸爸还记不记得当年在产房外等的那个感觉？应该特别焦急啊。这个我这个体会，我这一辈子也忘不了。任静呢，从头一天晚上。就是我老婆啊，那我们都知道，不然昨天晚上开始有这个反应，一直到第2天早上9点钟才生出富豪来。我就在那个楼道里头坐了1宿，我心里总是在想，这孩子不会这个脚有问题吧？这手指头不会多一个少一个吧？哎，好像要数，都是这样啊，数全乎。对，就是心里老有这个什么。生下来多重？6斤7两。还行，还行。那我都7斤2两的。哎呦，大胖丫头就挺好。大胖丫头。那白叔叔，您当时是在产房外头守着吗？哎呀，我有点跟傅老师心情一样。
哎呀，这是焦急等待，焦急，但是时间不像他那时间长，很短，2个来小时。哇！我一下，好家伙，兴奋的极了，特别兴奋。呀，这是我的儿子呀！我在医院里起来了，可还行？就这意思，是不是就这意思？高兴，无比的高兴，无比的高兴。甜甜，你在出生的时候，一般我们知道啊，这个刑事警察他真的是说那个上班就得上班了。那天范叔是守着的。那个他实际上出生也挺坎坷的，我请假回上海，然后他就老不出来，最后总算盼来了。我们家是3代人呢，他的第1个闺女哦，所以特别兴奋。包括我的爸爸，要是生了几个儿子都没孙女儿，他的第1个确实是我们家的一个大宝贝儿，掌上明珠，掌上明珠。我们刚才说了，你看这个3位爸爸，范叔是法医，傅老师不用说了，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了。白叔，您的职业呢？我职业是，高工吧。高级工程师，对，高级工程师，我是负责外贸服装行业。哦，在80年代就开始了，现在所谓的外贸出口转内销，出口贸易这个词儿从我这儿出来的。哎呦呵，其实就是检验验收，卖服装的。哎，就是这货来了，看看这儿没坏的，得了，可以往外。那怎么是高级工程师呢？什么意思啊？所有图纸。我监测图纸啊，图纸，所有的图纸，质量，销售，把关，哎，都一人。好，厂里人不多啊，就1个人，就是卖衣服。我爸那会儿呢，就是他非常喜欢唱歌。对，他心中的偶像是帕瓦罗蒂，老是唱美声。唱的特别好。哎呦嚯，这是谁啊？哎呀，这是白叔啊！这白叔啊！哇，他年轻的时候特别帅。骑摩托车，对，骑着这摩托车送我上幼儿园，帅炸了啊！机车少年啊，那个可以啊！哎呀，这是中央乐团，这是我，这是傅老师，嗨，我说他没去过中央乐团，这都是乐手，这是我们同学，对，哎呦，我爸爸，帅的嘞，哎，帅，就是穿绿衣服那种警察，真帅。一般在家里啊，都是妈妈陪着孩子啊，对，但是其实陪玩的一般是爸爸。哟，北京的应该就是什么逗蛐蛐啊？对我爸小时候带我逮蛐蛐，拍洋画我自个儿拍。我有一个玩具小汽车，这是我爸给我做的啊，香皂啊，这是。哎，这特别劲摔，就是这种特别劲摔。你们小时候都喜欢扔砸，这个任何东西砸，它就是结实，对吧？对，轱辘我都给砸坏了。后来这个铜的轱辘是他用手工给钉上去的，真好，这个可以传家了。这可以传家，这可以传家。我一直给他深存。你看看，这就是爸爸，是不是啊？对。甜甜小时候，爸爸会带着你玩什么？我爸爸其实挺全能的。我爸从我那个小的时候推车自己做，然后我的衣服给我缝，饭给我做的吃，尿片给我自己裁。小的时候所有的衣服帮我穿，给我梳辫子，还拿个尺量，如果2边不一样高，他都不放我上学。法医嘛，法医嘛啊，做衣服吗？做衣服。保留了一件啊！哇，这穿得进去哦，特别像。哎呀，这是我。女啊，养女，就这个辫子，有时候一高一低，拆了重来，要追求完美。这个衣服是您跟他缝的？这个衣服呢，实际上还是半加工的。完全 original 自己做的，那早就没了。没了。哎，现场的女孩子想不想要这样的一个爸爸？小时候给自己做衣服啊！我天，这把惭愧，我看看他们这个当父亲的啊，都那么尽职哈。我跟他在一起全是业务上的事儿，严厉，所以主要还是以前他们比较忙嘛。我小时候就是跟姥姥一起长大，他们过来陪我玩的时候，大概就是周末的时候。因为我小时候特别胖，特别爱吃，就爱吃什么炸鸡啊、汉堡什么。每次他们一回来，我就去吃的特别多。我记得有一回撑的我都撑哭了，撑哭了，我还真没被撑哭过。爸爸呢，一般都会在孩子生命当中非常重要的时刻登场，比如说结婚的时候，对，一定是爸爸自己牵着女儿的手，手，交给
另外一个男人。范叔叔，你能想过那一刻吗？想是想过，当然希望有这一天。为什么笑？希望这一天快点到来啊！对我来说呢，可能是痛苦的一天，会流泪吗？把自己女儿的手交到另外一个，肯定会，肯定会。就在这里再说下去，我要流泪。他又为了怕自己在我真结婚的时候扛不住晕死过去，然后他就说在家里练习练习，就从2楼那个楼梯拉着我的手走下来的时候，自己在嘴巴里唱当当当当当当当。然后走到下，好有意思。走到下的时候，自己已经快绷不住了，说到时候给我准备点麝香保心丸。那男孩子结婚的时候，一般是父亲致辞啊。对，白叔致辞，那简直是当时怎么给我致的词？现在婚礼来了，由我主持。来了，我非常高兴，儿子今天正式成立了自己的家庭。啊，高兴啊，开心啊，开心啊，开心。我那天的环节本来是还真有点走心了、动情了，鼻子有点酸的时候，他跟这儿这架势是不是又哭又笑的？那天给我弄的，可以啊，那也好玩啊。傅老师呢？傅老师，我肯定会说，儿子，你一定要跟老爸学一学啊，什么事儿都听你妈的啊，你就什么事儿都听你老婆的，然后呢，存折给你老婆管。哇，大家都开心吧？对，其实爸爸们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啊，喜欢给孩子们弄个什么传家宝。我们有一个朋友，我们就不说了啊。对，他爸爸给他弄了一个传国玉玺，特别好哇！各位爸爸今天也决定把来了吗？传给孩子的宝贝带上来。哇，真有啊！呦喂，那当然，都准备了，全是宝箱啊！首先看一下富家的传家宝，富家子弟是什么样的传家宝呢？你看，哎呦喂，这是气儿枪是吧？这个长笛呢，是我父亲曾经用过的。哇！然后呢，我父亲教我就是用这根长笛。然后呢，我当我儿子的启蒙老师，也是让他从这个长笛开始，经历了3代人。100年啊？几十年。那吹吹呗，让我们听听几十年的声音。哎，来一个，俩人一块儿，一个吹一个按是吗？哎呦，这个厉害了。菊花，真好啊！范叔叔真好啊！真的。好，看一看白家的传家宝，就我们家这么大呀，这什么呀？这是厉害啊！厉害来了啊！厉害！金表，大金表。不是，我觉得我爸那么抠，他不可能舍得钱去。对，你能抠吗？对不对？他肯定是在哪儿淘的表，你知道吗？来，咱们看看啊！来，你先开开。哎呦，能沾空气吗？哎呦啊，好闪！哎呦，晃！哇，几位数？个十百千万。先说几几年？96年。 96年的可以了5位数，96年5位数可以了。他吧，我知道他觉得民间，然后谁那块表急着出手，然后捡漏啊，捡漏，然后能够花他心目中想象的那个几万块钱的重金。这个是5位数啊，96年，他怎么可能说这么好东西？高兴，你看这脸高兴。别跟我来这套，人家传的都是什么精神啊？什么你这，人家传的是精神，你传的是金表。对，不要这些东西，赶紧给我放后备箱得了。好，接着我们看看范家的。据我所知，
我家值钱的东西早就被我搜刮完了，怎么可能还有东西在？你以为人家是刑事警察啊？来了啊！什么东西啊？哎呦，打开一个纸包，里面又一盒，还有好东西瞒着我。哎呦，哇，哎呦，3等功哎，军功章。军功章要给你啊！完了，哇，厉害！这个东西是有来历的。人民警察如果立功受奖的话，不死即伤。对，这个呢，说心里话，是对社会做了点贡献，为别人洗清冤假错案，对社会尽了点责任。部里边给我们颁个勋章，是我活着的人很少有勋章的，所以我觉得，谢谢大家，把这个精神传给孩子，就是你对社会你要有责任，你要有担当，你要勇于去尽责。我觉得是这样的。我们在一般的家庭里面呢，孩子们大小事儿的都是妈妈操心啊，但是爸爸和妈妈各自更懂谁的心呢？我们接下来有请妈妈来给爸爸比拼一下。哎呦，甜甜妈妈因为有工作在身啊，很遗憾不能来到现场。对，我们有请白凯南的妈妈，还有富豪的妈妈。欢迎妈妈们。2位仙女儿好啊！来啊！来，请2位妈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大家好，我是富豪的妈妈任静。欢迎老师。大家好，我是白凯南的妈妈崔秀玲。进入学的新书包，有人给你做。OK 了，好，对家多高兴。对，我问一下，爸爸妈妈谁追谁？白凯南。我哪知道谁是谁？你后来呀，没我事儿了吗？后来我也不知道。那今天就说说你听听啊，谁追？哦，我觉得肯定是爸爸追妈妈。爸爸这么啊，我的太阳，对，这么美。我追的。你看，我的太太。这个富豪知道吗？我肯定也不知道，但是我有时候听，我觉得应该是我爸追的我妈。肯定是男追女，这很正常。您是通过一曲多情的长笛吹开了少女的心扉，还是？不是，我们2个认识的时候，我已经改这个唱歌了。正好有一天呢，我们跟这个著名的田震在一起，他给我介绍，他说这个是任静，啊。这个是付笛声，这一介绍，郑姐给做的介绍，对，然后这一介绍，就发起了进攻，对。哎呀，这哪一年啊，何老师？89年2月5号，结婚登记那天知道吗？啊，大年30。哦，年30。哇。在风起的时候，让你感受。什么是缘？是有一个知心爱人。不管是现在还是在遥远的未来，我们彼此都保护今天的爱，不管风雨在不在。不再受伤害，不再徘徊，我们彼此都保存着那份爱，不管风雨在不再来。对啊，这个后来很多报纸，我们那时候小时候我们都看过啊，对。这个就是一个歌迷做了一个相册，哎呀，我觉得特别好看。后来我看，我说咱有那么多报纸，任静给剪出来的。就是任老师特别的纪念吧。对。我们来看看这个，这范爸爸模范夫妻，2个人的名字一模一样。对，我爸爸妈妈名字一模一样，他们只是姓不一样。对。都建平。对。都建平。对。那个时候啊。我哥哥汪建平对啊，那什么周建平、徐建平、赵建平、建平、建华、建国，还有建刚、汪建刚。我那就汪建刚嘛。我看看，哎呦，这是咱白叔，白叔那时候这那么帅，
哎呦喂，用自个儿说，真哎，这个是这2张不是一张照片吗？这是我爸，这是我们家的。但是这2张结婚照，你看，你看看一样不一样？你看这结婚照，我们那代人所有的衣服着装，这姿势都一样，包括手上拿的手套都得一样。这个就是年代，那就是历史，这就是年代感。拉手，这一个照相馆啊，好兄弟，好兄弟，好兄弟。非常好，我们谢谢妈妈们的到来啊，请到旁边稍事休息一下。这个爸爸们呢，都希望自己是孩子心中的这个榜样。妈妈们一般都在孩子们面前聊，你们知道妈妈年轻时候得多漂亮？哎呦，口头禅，追妈妈的人多了去了，是都排队呢，便宜了你爸爸。对，爸爸们呢，有时候也是喜欢表现一下自己年轻，对，有多爸爸当年怎么样，是吧？当年追你爸爸的人多了，后来便宜了你妈啊！甜甜爸爸都说过什么？当年，但我爸爸确实当年追他的人很多。哦，方圆500里的美男子。那是。对，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一直耿耿于怀啊。他说他自己在台球上打赢过丁俊晖，横扫过欧沙利文。打赢过丁俊晖啊？在哪里啊？在梦里是不是？括弧电脑里。哦，电脑里边那边电脑是丁俊晖，把他们的这么多年的战绩合成了一个打法。电脑下棋一样的。我曾经赢过丁俊晖147，赢过好多啊，满分杆。既然今天把话已经说到这个份上啊，我们就不如现场见证一下爸爸是不是真的厉害。哎，我们有请台球世界冠军丁俊晖。这是什么节目？哇，丁老师，啊，对不起啊，我刚刚吹牛吹大了，我说打败过你。没有，电脑。哎，你好，好久不见。来，侬过来，哎，侬来，给他。爸爸，赶快，照片，拍照，我爸爸现在最下面拍照片。丁俊晖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对，来，大家打个招呼。对，大家好，好久不见了，很开心又见到大家，很开心啊。今天呢，俊晖特意为各位爸爸准备了精彩的花式台球表演，有请小丁。好，俊晖说最近刚学了3个花式，属于新手。对。我开始了哈。好，我把这2个红球都要打到那个袋口里去。干嘛呀？这要能弹上去是吗？啊哈哈！我猜是不是能弹到上面去？就是这跟过生日一样。哇！没看清楚，跟猪八戒吃人参果似的，没看清楚。我天，真的看都没有看清楚，等于是被打的球进去，然后母球再一杆迅速，2杆，好快的速度。上面这个掉下来的球完全没有动，而且在这个台上抬下来，哇，厉害！好，接下来第2个球，这是什么意思？这个您给我们讲解一下。这个击打这个白球啊，然后呢？然后这个白球会跳过这个杆儿，然后退回来把这个球撞进去，然后前面那个白球会撞到这一颗球，啊，所有球都会打进去。有魔术啊，有 magical 来了。就是专门钻机器里那个碰。前面几个还不错，后面那个没控制好。
啊，第3个，需要有人配合我，一博老师配合我。来，一博，一狗。丁老师让你配合一下。他撞的时候，那个三脚架会往边上挪，我希望你能把这个三脚架固定好。对，哎，可能力道有点大。啊，一博是个夹子，王一夹。可以吗？来了啊！来了啊！这个可能环节比较多，大家看清楚啊！对，他是一个套娃，最后一博都惊呆了啊 ！You what？ 哎呦，在运动过程当中，哎呀！最后一个没看，哎，耍帅耍的可以哈。最后关键就是最后这一下，啪一扔，不在乎进了。再来一个。哇，全进了！好，接下来摆一个爸爸们能玩的。好了，我爸能吹，下半辈子能吹这个事儿了。能吹了啊！这样有真的素材可以吹了。对，而且照片已经照了，咔嚓咔嚓，对不对？摆一个难度达到147的。No， 最简单最好。爸爸，你让丁老师给你指导指导呀。对，我来跟小辉请教一下。小辉，不敢，我们切磋一下，我们交流一下心得。不，这个我是，中国的这个 snooker 我是最崇拜你。谢谢，真的。我爸觉得他跟丁俊晖认识很久了，应该。而且每天晚上见面。对，每天晚上网友嘛。哎，对。打那个红球中间就行，第一颗红球的中间。对。好，来。开心嘛，侬开心嘛？耶，开心。好，来一个一杆可以进4颗的啊！王一博上，一博试一下，试一下，众望所归啊！来，哎，一博可以的，真的。这个好像这个不用管这2颗球，用白球直接瞄那第一颗就打就行了。打第一颗。对，就打第一颗中间就可以了。这两颗其实不用看，当它不存在就行了。一博加油啊！好，来。哎 ，everybody 给谁白叔，给我们来一个 break it。哎，你发现没有？这就是台球给我们带来的快乐。为什么一帮人在台球桌边上尬舞了？开始。哎，王一博觉得怎么样？就是没想到自己可以一杆进4，很有成就感。对，哎，对，太棒了！我们要谢谢小丁啊，谢谢。我们听说最近你也在忙着国内开展这个斯诺克的这样的一个比赛啊，现在大概是一个准备的情况或者战绩情况。目前呢，就是斯诺克在中国乃至世界顶级的赛事偏多，出现了一个断层的这个情况。很多斯诺克爱好者他没有一个更好的发展机会吧，所以说我们希望通过这个平台能够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我们也将会选择一些选手去培养他，
成为职业球员，也是为国家多做一些贡献嘛。其实是那个丁老师上次来还是6年前啊，对，这次来又多了一个身份，当爸爸了。今天夫人跟女儿也来到了现场，我们请他们上台。哇，又是那个小海豚，这个小海豚。韩哥好，你好，大家好。哎呀，你抱着，爸爸不抱了，开心，好开心。6年前啊，刚刚来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就是这个小孩是带着小海豚一定是要带着小海豚，说睡觉一定要抱着它。你看，当时就是这样的一个小海豚。我们当时说结婚那一天，他说结婚那一天也抱着这个小海豚。对。那这个小海豚，你知道对于丁俊晖来说的重要性吗？我也不知道怎么形容吧，反正我跟他谈恋爱第1天，他就拿着这个东西。要是在以前，他睡觉应该都是抱着海豚睡的。如果给他洗了，晾个3、4天，他都能找7、8次。现在洗个3、4天的话，他好像也不怎么找了，反倒是孩子经常说：“妈妈，我们去找爸爸的海豚玩吧。”俊晖第1天看到宝宝出生是什么感觉？第1天我还不在现场。因为当时还有比赛，然后当天晚上也输了，比较沮丧吧。然后第2天回家看到宝宝以后，我觉得一切都不是问题了。然后当时也是第一时间去抱的宝宝。在之后的9个月的时间里，我没有在国内，没有在他身边陪伴他。每天都是第一时间回到家以后，我最后打开自己的手机看监控吧，希望能在这个监控里面能够看到他的身影，能够在家里跑来跑去，我也是非常开心的。最近刚回来嘛，所以也是在尽量的拉拢宝宝。小丁现在是女儿奴吗？你现在？我是，天天要跟他腻在一块儿。是，看见他就觉得什么都不是问题，输啊赢啊，所有的一切全都不要了。老婆也不要了，老婆也不要了，你看，那还是要的，还是要的。宝宝现在有没有显现出对台球桌的这种喜欢，台球的这种兴趣？应该是有吧。给他选玩具的时候，他总是对球类的玩具比较感兴趣。真的吗？对对对。同时他的手掌还是比较大的。来看看你的手大不大？跟爸爸比一下。好可爱！哎呀，你的手还是挺大的嘛，是不是？又大又有力。谢谢丁俊晖来到我们的这个节目现场啊，我们相信爸爸们都是非常非常开心，跟自己的偶像一起打了球。我们祝愿小宝贝健康成长，小丁继续为国争光。好，谢谢。其实不管因为爸爸本身喜不喜欢过节，还是孩子们忽视了对爸爸的关心，在今天这样的一个特殊的节日当中呢，我们要送上对爸爸发自内心的关怀和精心挑选的礼物，爸爸一定是非常开心的。今天3位孩子给爸爸都准备的礼物究竟是什么呢？我们拭目以待。上小芒 APP 新人专享188元红包，节目同款1元起。小芒 APP 提醒您稍后看点。我知道他心里一直希望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华丽的舞台，这次圆爸爸一个舞台梦。我们这边已经是完全准备好，可以开始了。我是天天向上惊喜福利官小芒 APP， 上小芒 APP 新人专享188元红包，猿辅导在线教育，天天向上。待会儿见，猿辅导在线教育，天天向上。现在继续。本节目由猿辅导在线教育冠名播出。猿辅导在线教育以科技助力教育，天天向上惊喜福利官小芒 APP， 上小芒 APP 新人专享188元红包，节目同款1元起。今天3位孩子给爸爸都准备的礼物究竟是什么呢？我们拭目以待。哎呦，站着半天腰有点，来吧，赶紧啊，先弄头发呗，先换衣服是吧？哦。他平时特别喜欢唱歌，年轻时的偶像就是帕瓦罗蒂。我知道他心里一直希望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华丽的舞台。平时我都在节目里模仿别人的偶像或自己的偶像，这次模仿爸爸的偶像，圆爸爸一个
舞台梦。就是化妆，哎呦，hello，你看看，哇，厉害！这词儿已经80多年了，但是现在听起来还是依然很开心，对不对？而且今天这是您最华丽的这个，哇，您心目中就是那种特别帅气的唱美声的大师们，应该是什么样的发型？背头，然后就是装饰那种呢？白一点，要倍儿白那种。反正一上台，所有观众就觉得晃，哇！姓白嘛，人家白大师当然要，对。咱们国内很多都是，这个留着这个美男须啊。原来这特别认为是刚一来，哎呀，50、60岁了，哎呀，很老。现在刚知道，刚明白，美男须的是一个美。哎，我去上厕所啊！谢谢大老师，我马上回来啊。大伟，哎，是，我还那个，你爸那还很开心的，那个还在画着呢。你爸爸强调就是帕罗蒂一定要有这个美男须哦，美男须。我们这边已经是完全准备好，是不是你们那边时刻准备的就可以开始了？那个你帮我稳住吧，因为我这儿最多10分钟。好的，各位朋友，我们首先来为大家揭晓一下白凯南为他的亲生父亲，对，是亲生的。这有什么问题呢？就是为他的爸爸白云先生准备的父亲节的礼物哦。好，我们掌声有请我们的白爸爸。来，哇，白爸爸穿的好隆重，好闪耀啊，很闪耀啊！我们来问一下白云叔啊，您觉得您儿子给你准备了什么礼物？哎呀，想不到，简直是想不到，简直想不到。好，让我们一起来揭晓。来，我们摘开眼罩。来，3、2、1。哇，现场！哇！来，白爸爸，金色大厅啊！我上去吗？上去！哇！哎呦！哇哈！接下来就有请白凯南的爸爸白云先生为大家带来他的曲目《我的太阳》。bella donna, bella storia, Maria谢谢哇，想不到。您儿子今天扮演的您的偶像哇，帕瓦隆蒂，对，
为什么要给爸爸准备这样的礼物？我知道我爸跟我说，哎，我跟你上节目，我得是主角。我说行啊，但是我心里就记住这个了，而且他心中的偶像是帕瓦罗蒂。然后呢，我其实没模仿过，我也不太会。而且刚才在准备的时候，大张伟一直也以好哥们儿这个身份，一直就是陪着白叔叔。我爱你，绝对。谢谢，我喜欢你，应该的。白爸爸觉得今天儿子准备的这个惊喜怎么样？太厉害，是吧？想不到，就能够让爸爸们开心啊，我们就非常开心。非常非常好，这是我们给大家准备的第一个爸爸的惊喜。接下来我们有请来富豪说一下为爸爸准备的礼物。该我送给我爸爸礼物了，来快点过来！我这个礼物非常厉害啊，你过来看一下这个时光机。这个时光机呢有一个很特殊的，就是它能够带你回到人生当中最重要的时刻。我有多少重要的时刻？那就过去看看，走。傅老师现在还是懵着呢，我告诉你，绝对的。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准备出发。好，我们的时光机来到了1997年，这一年呢是知心爱人爆红那一年。我记得你经常跟我说，那会儿为了这首歌付出了多少。每天呢把自己关在小黑屋里面，不停地创作，写了无数首歌，中间才有了这样一首《知心爱人》。不管是现在，还是在遥远的未来。我知道，《知心爱人》的成功并不是偶然的，是你努力出来的结果。然后呢，在这个 MV 的最后呢，我抓起了一支长笛。我觉得从那会儿你就决定了让我抓紧这件乐器。我相信我以后也会牢牢地抓住它。好，这是1997年，我们准备来到下一个阶段，走。哇，这个阶段就比较早了，是1980年。这一年呢，你16岁，一个人从黑龙江来到北京打拼。那会儿你最大的愿望是能够把爷爷奶奶接到北京，你做到了，你成功了。但是我真的不知道你是怎么做的，所以也是有太多的东西我都想去知道，也不知道从哪开始问，所以就需要这台时光机，它能够带你回到你的青葱岁月。也能够带你回到过去。
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的小伙伴。严伯正啊，我们的同学，我们是1977年相遇的，对啊，44年了啊。这是大姐，赵雪怡姐姐好，你好这都是我们的同学啊。这个呢，这个是我们同专业的，也是长笛专业的啊。我叫他刘老，我到北京16岁，他呢应该是小1岁啊。我们从17岁的时候就开始，我管他叫父老，互称老。哦，那时候是父老，这刘老啊。这头发见少啊。你看，刚才见面的时候还两眼这个热泪盈眶，现在老哥们一见面又开始呲上了。我们跟大家介绍一下，严老师是国家1级指挥。本来啊，昨天夜里还有演出，刚一结束，今天早上最早的航班飞过来，就是为了这一刻。哎呀，辛苦辛苦辛苦！就是笛声是我一生之中在困难的时期给我最多温暖的，尽管他是小兄弟。我有一次我记得当时汇报，拼命的练，嗓子不行了，所以考试那次我记得我是最后一名，人家都喜气洋洋在我面前啊，只有人笛声关心着我。哎，咱该吃饭了，去上食堂吧。一切都会过去。有情有义的兄弟，就是最无助的时候，兄弟关心我。是，难得啊！严老师也有点哽咽了。大姐呢？怎么说呢？44年就是45年，我没有见到付笛声了。40多年没见了。差不多。就是我们毕业以后留在中央乐团，中央乐团我一调走，我跟李谷一老师到了中国青年乐团队。这么多年的感情，就是永远不会割舍。他当时呢，是我们班是最用功的一个学生，太用功了。对，练。吹到最后啊，同学们有的时候就给他恶作剧了，就把那谱子给倒过来。你还记得吗？哎呀，太好了！你们来我太高兴。他们是怎么？你们是从北京把他们运过来的，还是这个？你儿子联系到这些人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他两眼一抹黑，就说明他对你的这种孝心，他真想给你个好礼物。哎呀，谢谢富豪，我觉得这个惊喜这比什么都惊喜。本身我是对这个什么节呀、什么日啊是很不在乎的啊，但是呢，今天呢，我就。哎呀，就觉得我好像从来没这么感动过。也谢谢富豪的这个一片心哈。谢谢傅老师，还有谢谢3位老师，谢谢富豪，谢谢，赶紧去唠一唠啊。好了，最后甜甜为爸爸准备的惊喜礼物。上小芒 APP 新人专享188元红包，节目同款1元起。小芒 APP 提醒您稍后看点，想让他能够感受到我回到小的时候。永远想着我们俩以前手牵手一直唱，小鸟在前面带路，因为我就是他的小鸟。父亲节快乐！我是天天向上惊喜福利官小芒 APP， 上小芒 APP 新人专享188元红包，猿辅导在线教育，天天向上，待会儿见。猿辅导在线教育，天天向上，现在继续。本节目由猿辅导在线教育冠名播出。猿辅导在线教育以科技助力教育，天天向上惊喜福利官小芒 APP， 上小芒 APP 新人专享188元红包，节目同款1元起。好了，最后甜甜为爸爸准备的惊喜礼物。
有一件事情我是知道的，他其实心里边最渴望的时候，还是小的时候的事情。所有的他讲的话题啊，包括他讲述他心目中最美好的跟我相处的时间和时光点，全都是聚焦在我小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俩无拘无束的可以在一起，这种父女的天伦之乐。所以我觉得想让他能够感受到我回到小的时候，让他能够1秒钟回到他自己觉得最幸福的那段时光。这件衣服呢，是小的时候爸爸亲手为我做的，是我跟爸爸2个人共同的非常美好的回忆。爸爸是我心目中最棒的爸爸。这是范爸爸小的时候替女儿改的这件衣服啊。女儿虽然长大了，但是她在你心目当中永远是小时候的模样。范爸爸看了女儿重新又回到囡囡的那个状态，什么感觉？又穿上了那件衣服。想起当年，为什么爸爸会一直就是留着那个我的小葡萄裙，留了40年？因为我知道爸爸所有跟别人谈起我的事情，讲的都是我小的时候的事情。啊，我的女儿是世界上最可爱、最宝贝的孩子，永远想着我们俩以前手牵手，一直唱《小鸟在前面带路》，因为我就是她的小鸟。我觉得我能活在这个上最幸运的一件事情，就是能够生在我和爸爸和妈妈这个家庭。他是一个最好的儿子，最好的父亲，而且让我妈妈宠成了小公主，是最好的丈夫。而且还有一个秘密，其实我一直没跟爸爸说。我小的时候谈恋爱的时候，每谈一次都跟爸爸说，如果你不喜欢他该怎么办？爸爸总是想尽一切办法跟我说，你放心，只要你喜欢，爸爸一定会克服自己的。我问了无数次，他从来没有一次跟我说过他不让我跟这个人在一起。但是我一直很想跟爸爸说，只要你开口跟我说你不喜欢谁，不想让我跟他在一起，我一定，其实我心里最终还是要骗爸爸，因为我绝对不舍得让我最心爱的人难过，让我最心爱的人难过。谢谢女儿。我想，我们每个家庭、每个人，实际上心里面要有一个字就可以，那就是爱。心里装着爱，你什么都舍得，你什么都愿意做。只要我心爱的人幸福，我想是这样子。希望每个孩子永远那么年轻，永远那么漂亮，你们永远心里面快乐，心里面永远有你们亲爱的爸爸。谢谢大家。其实我觉得爸爸就是有的时候太内敛、太害羞，不愿把自己内心的情感讲出来。我希望我们电视机前所有的爸爸还有孩子们有爱，一定要说出来。今天我准备了一个好东西给爸爸，不仅仅是我社死穿这样的衣服出来。我作为全家代表啊，
发给你一块奖牌，全世界最好的爸爸。哎呀，我觉得他这个奖牌比任何的贵重的黄金或者更多的金钱都来得重要。这一点点礼物，实际上含着我女儿全部的心爱，对爸爸的爱和尊敬。谢谢。爸爸是我心目中最好的爸爸。爸爸，我爱你。这是一个70岁的一个父亲啊，对自己女儿说的话。其实很多父亲是不大会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对孩子的爱。你要想想看，在你1、2个月或者4、5岁的时候，你的爸爸是怎么样去抱着你？你现在还会这样去拥抱爸爸吗？不是爸爸不愿意抱你了，而是我们误认为自己长大了。其实你要知道，不管你多大的年纪，你永远是他的孩子。好，最后我们要为爸爸们送上父亲节专属的鲜花，来。哇，给你。这个是太阳花，也是我们的向日葵啊。我最大的幸运就是他。我就是啊！真是啊！这个，你看一博也是10几岁就跟着我们啊，真是跟我们特别的亲啊。一博那个时候最开始到组里来说不到20岁，17、18岁，那时候跟我发信息说叫韩爸。因为我大他23岁，将近24岁，然后我跟他说，我说你还是叫韩哥。但是我们心里面，不管是我啊、前锋啊、大张伟，我们对一博真的，就像自己的亲弟弟一样，是这么疼爱他，然后看着他不断的成长，这样的一个体会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谢3个家庭，3位在自己的孩子心目当中最伟大的爸爸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为我们带来如此感动和温情满满的父亲节的节目。父亲在每个孩子心目当中都有很多角色，是太阳，是高山，是加油站，是港湾，是一炉火，是最大的财富。爸爸用自己的行动向全世界来诠释什么是能量，什么是能力，什么是孩子们的底气。我们趁着父亲节还没有结束，我们想全场所有的朋友在摄像机前面大声地对自己的爸爸说一声父亲节快乐，好不好？来，3、2、1，父亲节快乐！我是天天向上经济福利官小芒 APP， 上小芒 APP 新人专享188元红包，猿辅导在线教育，天天向上，待会儿见。猿辅导在线教育，天天向上，现在继续。本节目由猿辅导在线教育冠名播出。猿辅导在线教育以科技助力教育，天天向上提醒您下期看点。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请大家跟我们一起唱支山歌给党听。我们迈步走在社会主义幸福的大道上。他这个声音随时可以把我们带到一个特别美妙的一个境界。是的，是的。
每个年代都有这样的青年，为了信仰的光，奋勇向前。有请曹勇医生。受了伤以后，现在什么样的感觉？重生的感觉。所以我现在浑身充满了力量。你怎么那么喜欢让别人写论文呢？写论文对身体好。那陶教授给我开个题：应急主持的思路概论啊，主持人的气质养成若干建议，是质量养成吧？我们主持人脂肪的养成若干的建议。用双手创造中国奇迹的是他们，为逐梦出征星辰大海的是他们。我们是中国航天火星人，向祖国报告，祝号一切都好。中国国旗，这是我们第一次去火星，一次就成，太骄傲了。在火星上火星车自己玩自拍，大家看这个车是不是很萌？珍贵呀！守护这个时代和平安宁的依旧是他们。我们是烽烟上的雄鹰，请国歌放行，边疆由我们守护。敬礼！连长最长的一次到山里待多长时间？56天，不容易啊！在哈密尔高原呢，有一位护边员，他为了解救落入冰窟的儿童，英勇牺牲了。爸爸，你放心，我一定会好好学习，我弟弟也会当一名优秀的护边员，像你一样。下周日晚，天天向上，祝福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生日快乐！100年，正青春。感谢独家冠名商猿辅导在线教育，猿辅导在线教育以科技助力教育。谢谢大家，我们下周日再见，拜拜。